冰封末世降临，我觉醒无限贩卖机系统，每天可获得系统币，可以购买末世前所有的物品，青菜、猪肉、日用品，甚至是武器。只要攒的系统币足够多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。今日到账20元，请注意查收，余额25元。0点整，系统发放了第3天的每日系统币。虽然每天只有可怜的20元，但至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只是这系统币到底要如何兑换呢？我尝试过各种办法，家里的现金、金戒指、家居、家电，没有一样可以兑换的。次日一早，花几块钱购买食材，煮了一锅肉粥，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来人是隔壁邻居王萌，一名外科医生。小凡，你的伤口要拆线了。1周前，与父母外出寻找物资时遭遇打劫，为了掩护我，父母双双惨死。小凡，快跑！儿子，不要报仇，要好好活着。带着伤逃回家里，幸亏王萌及时治疗，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萌姐，你来了，进来吧。刚进屋，突然他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你怎么了？我2天没吃东西了。我有点吃惊，他可是整个小区唯一的医生，靠着帮人治疗换取物资才活到现在的。刚煮的粥，你先吃点东西吧。那你怎么办？吃吧，我还有储备。王萌接过碗，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开始吃了起来。吃完后，他打开医用工具包，替我拆线。咦，你竟然还找得到药？以前出去搜物资的时候备着的。包扎的布你煮过消毒了吧？煮过的。行，一会儿会有些疼，你忍着点。没事，你拆吧。片刻后，处理完伤口。你怎么落到2天没有东西吃的地步了？5楼那个王老师记得吧？记得。他怎么了？他受伤了，腿肚子被划了一道20厘米的口子。那天他带回了一大袋食物，而他家里人都不肯拿出一点为他治疗。前2天他的尸体被丢了出来。我摇头感叹，那伤找到王萌还是能治的，但是也明白免费治疗的口子不能开。父母在世的时候一直很关照他，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得到他免费治疗的。越来越多家庭放弃救治，我本来就没有囤积食物，少了唯一的食物来源，所以2天前断粮了。萌姐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如果没人找我医治，我打算找小区里的队伍出去寻找物资。我这几个月只在小区里活动，对外面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接纳我。王萌心里清楚，没有医院的设备，药物也用完了，他在团队中的作用有限，甚至自己的美貌还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如今我拥有了系统，王萌还是相识多年知根知底的人，而且末世我需要一个医生在身边。萌姐，留下来吧，我储存有食物，而且我伤快好了，到时候我出去找物资，你照看家里。听到我的话，王萌压抑已久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。他的父母失踪后，这个小区里他唯一能信任的只有我了。小凡，谢谢你。嘿嘿，整个小区找你治疗你都收费，唯独我是免费的，就冲这个我都不能看着你出事。搬过来吧，2个人一起住还能省很多柴火。我这就去收拾东西搬过来。王萌住进来后，一整天都在劈柴、做饭、整理房间，贤惠的像个小媳妇。晚上劳累一天的王萌早早就睡了。我将要入睡的时候，一道兴奋的系统提示音响起。今日系统商城到账40元，请注意查收，当前余额48元。我操，竟然涨了！兴奋之余，我开始分析这钱怎么来的。系统不会无缘无故增加，肯定有什么规律。思考片刻，我想到了王萌。难道是收留王萌的举动，让系统提高了每日金额？次日，我装模作样的从另一个上锁的房间拿出从系统购买的五花肉和白菜。接过食材的王萌愣了一下，因为白菜新鲜的不像冷藏的，五花肉甚至还有些余温。庆祝你入住的第1天，1天吃这么多，会不会太浪费了？这是我们1顿的量，放心吧，食物储备没问题，我不会胡乱挥霍的。那就行。惊讶归惊讶，他没有多问，老老实实开始做饭了，这一点我很满意。我待会儿去找他们借电源充电，你在家里等我。充电的目的是为了打开手机里的离线导航。当初父亲记录了一些物资地点，想加入其他有车的队伍出行，必须拿出自己的价值。这些物资地点就是投名状。用我跟你去吗？不用，3栋的人没什么问题。吃过饭，我来到3栋304号房，充满一次手机电量，支付了2斤肉，贵得离谱。我自己可以从系统商城买充电宝的，但是价格能买10斤肉了。至于发电机，最便宜也要1000多吧，还不如存够钱买一把枪实在。刘叔，3栋现在状况如何？大千已走了1/3，末世初期留下来了200多人，现在还活着的不到50人了。他口中的大迁移指的是3个月前，官方专家判定此次灾难将持续至少几十年，于是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举国大迁移，目的地是赤道线的那些国家。官方在前面开道，想要跟着走的民众必须拥有通过性更好的越野车，而且必须是燃油车，还要自备着一路顺序。
你们3栋这么团结的情况下，竟然只活下来不到50人。团结意味着累赘多，能出行的车太少，弄到的物资平均分下来，有时候还不如你们单打独斗的。我2人闲聊了一会儿，回到家，拿纸笔记录了地图上标记的物资点。第2天一早，我来到了小区大门。你好，你们团队收人吗？我6栋的。赵叔还记得我吗？我是6栋的陈凡，我能跟你们出去吗？我获得的食物可以分1半作为路费。半小时后，我拦下了5、6批出行的队伍，每支队伍早已有着自己获取食物的渠道，大多数是不愿意与人共享的。突然，一个声音叫住了我：“你是陈凡吗？”是我，你是谁？待对方走近一看，7栋的徐亮。小时候大家还在一起玩，后来被我揍了一顿，就不再来往了。我以为对方是来找茬的，做好了防备。凡哥，是我。我微微错愕，女孩叫白小冰，当初就是徐亮欺负她，我才出手教训徐亮。发什么愣？你不会觉得小时候的一顿揍，我徐亮那么记仇吧？你看，现在小兵还不是跟我们活得好好的？够坦荡。出去找物资吗？我们只有1辆破车，挤一挤还能坐一个，一起吗？行。徐亮身边其余3个男的我也都认识，如今也算是冰释前嫌了。冰封末世降临，我带领队员找到了第一个物资点鱼塘，还意外收获了大量冰冻鸭肉。凡哥，家里就你一个人了吗？外出寻找物资的时候，父母遇害了。你们家里人呢？我爸开凿冰层抓鱼的时候掉下去，我妈为了救他都死了。其余人也开始述说自己家里情况，都是死于意外或者伤病，唯独我的父母是被人杀死的。你们怎么会单独出来组队呢？我们7栋之前为了抢南区那片养殖场冻死的猪，跟一伙人打起来了，死了7、8个人。回去后又因为物资分配问题，大家闹掰了，后来分成很多个小队伍，我们跟那些上年纪的合不来，就自己组队了。末世半年，这种事情太普遍了。最近你们走哪个方向？往城东走，30公里外的那片树林收集点柴火，顺便开荒。所谓开荒，就是探索没人去过的地方，既辛苦又危险。既然组队了，我知道一个鱼塘，估计末世后知道的人不多。几人眼前一亮，很多小池塘被大雪覆盖后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就连鱼塘主都不容易。凡哥抽烟，你还能搞到这玩意，不容易啊！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很快就聊到了一块。一晃3个小时过去了，来到了我说的地点。老规矩，子阳你在这里守着车。接着几人往里走去，雪地里找了半个小时，就在大家快扛不住的时候，我看到几根铁管立在雪地中，就是这里了。去捡一些柴火，先恢复体温。大伙的身体暖和后，我开始按照记忆指挥几人开始凿冰。哦，鱼，看到鱼了。其余人围过去一看，这个1亩多的小池塘鱼还不少，接着更加卖力地挖了起来。白小兵则在周边捡柴火，准备给大家做午饭。凿冰工作量很大，每隔10几分钟就要到火堆边烤火。凡哥呀，凡哥快来看呀，我找到了呀！原来是白小兵捡树枝的时候，看到一根木头插在雪地里，用力一拔，竟然连带着一张网，里面是围起来的一群死鸭子。见到如此收获，几人更加卖力，一直忙到下午4点，每人背着几10斤的东西，没有人喊累，脸上都是收获的喜悦。东西太多，车子放不下，只能先埋进雪里，下次来拿。子阳，你去把我们刚走过的脚印掩盖一下，朝着相反的方向制作一些脚印。晚上8点半，几人才回到小区。今天的收获分成6份，各自带回家。大家回去后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早点出发，尽快把这些东西弄回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一天接触下来，我特地透露出自己有好几个物资点，让即将断粮的他们看到了生路，以至于我发号施令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抵触，包括原本的主心骨徐亮也如此。回到家，王蒙帮我卸下背上的东西，没有因为获得食物开心，而是第一时间帮我检查了伤口。第2天醒来发现系统币果然又涨了，一晚上增加了140元。吃过王蒙做好的早餐就出门了。早啊，凡哥，等很久了。没多久，等了几分钟你们就到了。我拿出一双水鞋递给陈广胜，家里刚好多出一双，你换上，不然脚会冻坏的。谢了凡哥。水鞋从系统花30块钱买的，现在每天140元的收入，我不会吝啬给自己的伙伴买双鞋。我楼下有一户，估计你们都认识，几年前爬树摔断腿那小子。我知道，今年估计15、16了吧？怎么突然提起他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外面有些势力很庞大，万一哪天我们遇到，要吃大亏。现在被称为末世，而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，各自为战肯定不长久。有条件的话，我想咱们应该把队伍壮大起来。我看着众人，观察他们的反应。我想带上那小子，我对他比较了解，人没问题。当然，最终还是你们拿主意。我明白，增加人口这事不能搞一言堂，更何况车还是人家徐亮的。我没意见，我觉得凡哥说的有道理。我也觉得应该这样。凡哥，
要不是你加入，昨天我们未必有收获。既然你说那小子行，那就行。但现在有个现实的问题，加上那小子就是7个人了，车坐不下了。车的事情我有办法，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行，都听凡哥的。得到大家统一，我立刻返回6栋，敲响曹子轩家的房门。凡哥有什么事吗？我跟6栋几个人最近组队出去找物资，想要壮大队伍，要入伙吗？我说完，里面安静了10几秒，然后房门打开了。小凡进来再说吧。进屋后，一眼就看见阳台放着一具尸体。那是我老伴子轩他爷爷，想等着鬼天气过去了，我再把他埋了。我安慰了几句后，说出要带着曹子轩出去找物资的想法。谢谢你小凡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子轩，给你凡哥磕个头，以后你都听他的，听到没有？曹子轩听完，二话不说，立刻给我下跪。我想去扶，老奶奶拉住了我。最终我受完了这3个响头，叹了口气，带着曹子轩去找徐亮他们。今天少了开荒的步骤，相比昨天轻松一些。曹子轩为了表现自己不是累赘，没有拒绝我们减少重量的要求，硬是咬着牙跟几人一起搬到车边。回到小区已经是晚上7点多。子轩有事来找我，明天我下来敲你门，你再跟我出去，别自己出门。好，知道了，凡哥。回到家，享受王蒙烧好的洗脚水，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。你是谁？我找凡哥，我是曹子轩。子轩有什么事吗？我没有开门，因为以前就有过利用熟人骗开门的事情。凡哥，我自己来的，我奶奶死了。我一愣，今天见到他奶奶就感觉有哪里不对劲，没想到他老人家是不想拖累曹子轩，把他托孤给自己。确保安全后，我打开门。你奶奶今天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回事？我回去在阳台找到了奶奶，她抱着爷爷的尸体走的，这是她留给你的信。信里的内容跟我预料的一样，但后面却有一条让我吃惊的消息。这里面的内容不要告诉其他人。我知道的，所以我看完后马上来找你了。子轩，以后我就是你哥，坚强点，我们都要活下去。枪和燃油车就是末世生存最大的底气，我仅靠一把手枪就缴获了6辆燃油车以及大量物资。今天我想去天池山别墅区查看一下。不会太久吧？我担心天亮前赶不回来。去那边找一件东西，应该不会耽误太长时间。行，凡哥你安排就是。曹子轩的奶奶是一个富豪家的保姆，有一次搞卫生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自家雇主在别墅里藏有一把枪。末世发生的时候，那家人在外地，他猜想枪还在别墅里。平时去哪里弄油？鼎盛小区对面那个修理厂，知道不？有些印象。修理厂老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很多油，现在周边的人都跟他买。去他们那里加油怎么收费？0.8斤肉换1升油。我听完在心里换算了一下，跟末世前的物价比例一样，也熄灭了我利用系统购买物资倒卖的念头。关于油的事情，我也正想跟你说，我家里还剩最后4桶油，只够800公里的路程了。明天我们要考虑加油的事情了。那家修理厂那么明目张胆的做生意，就不怕有人觊觎？修理厂里10几号人守着一个铁闸门，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招惹的。加上附近几公里内的人都靠他们加油，敢动他们肯定引起众怒。徐亮说的没错，就像王蒙，为什么那么久都没人动他一个道理？即便给不了他食物，也不会允许小区里唯一的医生出事。不知不觉来到了天池山别墅区。凡哥现在咋整？徐亮、玉良跟我上去，其他人留在这里看车。3人背着3把消防斧轻装上阵，10多分钟来到了目的地。别墅早已破烂不堪，整个别墅区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房子。末世降临后，有仇富心理的大有人在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抢占富人区。是啊，住在这里就等于活靶子一样。我独自来到3楼主卧，推开吊顶角落的扣板，伸手一阵摸索。当手上传来一股金属质感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得手了，一把手枪，还有1盒子弹，安全感爆棚。凡哥，怎么样？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？我没有隐瞒，从怀里掏出那把手枪，立刻迎来车内一阵卧槽声。即便有枪，也不敢保证我们能绝对安全，因为我们也不敢保证别的势力也有枪。大家不要因此放松警惕。明白，凡哥。大家的回答都很亢奋。很快，大家到了鱼塘，如之前那样分工明确。因为去找枪耽误了挖鱼的时间，返程时已经下午6点，天已经黑了。突然意外发生，前方突然毫无征兆的亮起了一排灯光，想要倒车，身后同样灯光大作。凡哥咋整？拿上家伙下车，跑到旁边雪堆里。这一幕我太熟悉了，当初自己和父母就是被这样夹击的。对方总共6辆车，乌泱泱的下来了20多号人，见我们没走远，他们也不着急，检查完车内物资后，才不急不忙的向着我们这边走来。算你们识相，车和物资我们拿走了，我们也不为难你们，就站在那别动。说完，他看也不看我几人，派头十足的转身。而徐亮等人见我带头逃跑，以为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和物资被抢走，
就在他们对我失望的时候，我突然掏出手枪，一声枪响打破了这寒冷的黑夜。抢啊，还他妈继续抢啊！虽然第一次用枪，但是没有任何。卧槽，有枪！尼玛，快跑！他们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？以前他们都是以人数优势，用手中的冷兵器欺负普通人。趁着我换弹，有一人逃到其中一辆车上，准备逃离，没想到那只是一脚油门扎进雪堆里。嘿嘿，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啊！愣着干嘛？你们2个过去把他带过来。从呆滞中被我叫醒的2人，提着消防斧愤怒地冲了过去。大哥饶命，我也只是听命行事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不理会他的求饶，对着躲在车后面的人大喊：“你们就打算这样跟我对峙一晚吗？出来吧！”车后的那些人哪敢出来，隔着车辆一直喊着。见状，我把徐亮喊来，对着他耳边低语几句。徐亮听后眼神发狠，点点头离开。只见徐亮上了一辆对方开来的车，一脚油门冲向了那群躲在车后另一人在场，而我也是一边闪电一边射击，前后仅用了20分钟。这场遭遇战就此结束，地上20多具尸体，就连白小兵也亲手砍死了一个。我很满意自己的这支队伍没有怂货。徐亮，去把那辆陷进去的车拖出来。好，凡哥。小兵、子轩，去看看那3辆损坏的车，上面所有能用的东西都搬出来。好的，凡哥。广胜、子阳、玉良，你们3个去把这些尸体身上损坏不严重的衣服扒下来，不要浪费物资。好的，凡哥。众人得到我命令，各自分工做事去了。你们是哪的？特地堵截我们的？我们是附近运输公司的，趁着天黑出来堵截像你们这种落单的队伍。大哥，求您放了我吧，真不是刻意针对你们的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用匕首狠狠扎进太阳穴。打扫完战场，整理完战利品，晚上9点才开始返航。如今4辆车上，大家手中都有对讲机，一共缴获8个。徐亮，这台帕杰罗比你那台 H6 牛逼多了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话说回来，要不是我这辆10几年的老 H6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你丫的！当初求人像条狗，如今撸完嫌人丑。只论雪地性能，别激动妈。凡哥那台牧马人怎么样？改天换我开开。嘿嘿，明天起让你开到吐。明天我们休整1天，把今天的收获整理一下。一场意外遭遇战，小队获得了3辆燃油车以及大量物资。明天我们休整1天，把今天的收获整理一下。凡哥，我和广胜今晚留下守着仓库，4辆车目标太大，我怕有人惦记。也行，有什么事对讲机随时喊话。好的，凡哥。回到家，见我一身血迹，王萌立刻扑上来查看。小凡，你受伤了，这么晚才回来，发生了什么？萌姐，我没事，路上出了点意外，都解决了。没事就好，饿了吧？赶快吃饭吧。看着美丽贤惠的王萌，我突然多了一份回家的意义。萌姐，明天跟我出去，给我那几个小伙伴的家人们都检查检查身体。第2天早上7点就被对讲机吵醒，其他伙伴哪能抵挡住那一堆物资的诱惑，早就去仓库等待了。几人整理完物资，围坐在火堆旁。冲锋衣17件，冲锋裤13条，长柄砍刀19把，80公分开山刀5把，短柄匕首11把，对讲机8个，备用电池17块，80公斤的压缩饼干，汽车维修工具2箱，1顶大型帐篷，各类户外厨具。白小兵读完物资清单，有了这些，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把精力放在食物和柴火上就行了。大伙先回家休息，我跟徐亮拿机油去让修理厂帮我们保养，回来后再找大家。3公里外，叶星汽车修理厂，徐亮与对方交谈几句，然后把车开了进去。不知道修理厂老板去哪里弄来6辆油罐车，这伙人肯定知道一处隐秘的取油点，难怪能卖油为生。师傅，外面冷，到你们办公室里等行不？行，跟我进去吧。进去后，我愣了一下，改造过的房间温度竟然在15度以上。我们家中全套电暖气，为了维持发电机一直在工作，耗油的很。这样一套耗电不少吧？见我只是个小年轻，也刚好无聊，那人便和我聊了起来。交谈中得知一个震惊的消息，其他的房间都被他们拿来室内养殖和种植。师傅，你们老板是谁？我能见一见吗？没等他提出质疑，我又开口。是这样的，我在末世初期弄到了很多农作物种子，至今都在0上温度保存，但是我目前还没搞好种植设备，我想带一些种子来给你们种，确认我保存的种子留到现在是否能用，如果还能发芽，后面我们可以做交易，比如用种子跟你们买燃油。这时一个秃顶男人走了出来。我是这家修理厂的老板黄叶新，兄弟怎么称呼？陈凡。陈兄弟这边坐，阿明泡茶。得知我有种子，这群人态度立刻大转变。菠菜、生菜、芹菜、豆芽、萝卜我都有，一直有人照看着，就是为了室内种植而准备的。你有多少种子？
很多，就是一直没有种植的条件。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们这里20多口人，当初那点储备快用光了，外面的人看我们活得比其他人好。其实我们都清楚，再这样下去都得死。老板很真诚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。至于控制住我，然后压着我去拿种子这种事情，也只有末世初期的人才干得出来。如今的组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只要队友被控制，为了保住物资，组队人员可以不管被威胁的人死活。待会儿保养完，我回去带一些给你们。很快，车子修好了，老板说什么都不要那1斤肉的手工费，但我还是直接丢下一条2斤多的鱼就走。10多分钟后，我再次返回，拿出了2包蔬菜种子。陈兄弟，这些真的免费送给我们吗？真的，如果种子能发芽，我们以后会经常合作的，就当见面礼了。从系统里花10几块钱就能得到这群人的友谊，对于我来说相当值得的。回到小区后，我告知伙伴们要带着王萌给他们家里的亲人检查身体。首先去的是白小兵家，他父亲2个月前冻伤了3根脚趾。接着是张子阳家，他家还有爷爷奶奶。紧接着是王玉良的母亲，所有人都对我一个劲的感谢。徐亮、陈广胜2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，直系亲属都已经不在了，状况跟我一样。中午在白小兵家，我从系统购买了将近200块钱的食材，团队小伙伴和他们的家人都叫来了，12个人坐在一起，难得的热闹了一番，一直吃到了下午3点。今天就暂时到这里，咱们一会儿去把仓库改造一下。小货的物资有发电机和焊机，众人合伙把仓库改造完成。只要没有炸药之类的，别想撬开仓库的大门。一夜无话，第2天当我醒来的时候，系统再次给了我惊喜。恭喜宿主，羁绊人数超过10人，奖励升级，队伍每增加1人，每日奖励系统币100元，今日到账系统币1300元。回想当初每天20元的时候，一度还暗骂这系统太拉胯，嘿嘿，如今看来这挂它并不简单啊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和几个伙伴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，终于把那个池塘的鱼和鸭子全都掏空了，我的系统币也突破了5000。凡哥，我们又要准备燃油了。其实我知道一处加油站，城西郊区的山上，一般的车上不去，所以我打算明天去修理厂跟他们谈谈车辆改装。小凡，今天又有人找我治病，18栋的，是一个退伍军人，但他母亲的症状应该是肺炎，我也没办法。起初我并没在意，当听到对方身份后，心里有了其他的想法，能让训练有素的军人加入队伍，才能加大报仇的成功率。随即跟王蒙咨询这种病怎么治。听他说发病是这2、3天的事情，乐观的话末世前卖几10块钱的抗生素就能治好，如果严重的话就没办法了。药的名称你记得吗？王蒙说出了2种药的名称，我装模作样的从上锁房间拿出了那2种药，与对方寒暄几句，得知对方妻儿、父亲都已离世，就剩下一个母亲。我能支付的治疗报酬只有这1斤大米了。不用，我们不缺这点。既然你已经没有食物，为什么还要拿来救你母亲？以前我把一切都给了祖国，从未尽过孝。如今我只剩母亲了，我不能让她死在我前面。在场的人被他的这句话深深触动。半个月前，我父母和他父母运输物资回来的路上被人盯上，他们都死在那次冲突，只有我活着逃回来。那伙人是催债公司的。那帮人我知道，听说他们手中还有不少俘虏，大多数都是女性。我有办法搞到一批枪，我需要一些你这样的人跟我去灭了那伙人。反正迟早都是死，在死之前能除掉那伙人，我没问题。谁说迟早都是死的？我有办法熬过这末世，至于是什么方法，现在还不方便说。求陈先生救我母亲，今后我周显德这条命就是您的。我与周显德的一番话，也让徐亮几人明白，为什么每次我都只带曹子轩去练枪，原来我们有共同的仇人。凡哥，把我们当外人了是不？如果你要去报仇，算我一个。还有我也去。我对众人点头示意，然后掏出最后一个对讲机递给周显德。这个你拿着，这段时间先跟我们去搜索物资。好。走之前留下了一些食物，10斤大米、2只鸭、5条鱼。儿子啊，小凡是个好孩子，受了他的恩，以后要好好报答人家，听明白没？妈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凌晨，算上周显德母子，系统准时给我发放了1500系统币。我打开武器列表 ，AK47 3500元一把，让我心动不已。再存上一段时间系统币，就可以考虑报仇了。白天，与伙伴们把4辆打造完防滑链的车都开回了车库。凡哥，有了这防滑链，我们可以去很多没人开发过的区域了。明天咱们就到郊区的那个加油站看看。你们都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和广胜家里都没人了，这些天都在车库住的。闻言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或许可以把大家都聚在一起，打造一个避难所，改善生活环境的同时，还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。回到家，打开系统，果然有避难所，但是看到价格后，我果断放弃。一套避难所上百万系统币，我得攒到猴年马月，看来得想其他办法了。
极寒末日降临，我觉醒了贩卖机系统，队伍每增加1人就会增加每日系统奖励积分，50积分就能吃到1顿火锅，500积分就能加满1箱汽油，2000积分就能换到1把武器。别人还在饥寒交迫，而我的末日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一行4辆改装车来到城南水库，因为位置偏僻，道路崎岖，让众多探索队伍望而却步。子阳的牧马人先试试，大家在这里等。虽然装了防滑链，但是坡度太大，经过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第1辆车成功上坡，剩下的就简单，只需要把牵引绳链接起来，拉着后面的车重复操作，就把剩余3辆车一并带上来。凡哥，有几棵树上都发现了绑过绳子的痕迹，看来已经有人利用这种方法上来过。接下来的6公里，众人花了3个多小时才开到水湖边，来到这里才发现有一支车队再次驻扎，看得出来对方的车停在这里很久了。你好，朋友，我可以上前说话吗？一个人过来就行。我们没有位移，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。你们来这里多久了？半个月了。好在这个水库有足够的鱼，我们才能维持到现在。进来的时候有个300米左右的下坡路，的确很陡；回去的时候是上坡路，以他们的车想上去的确没法办到。目前我们挖出来600斤左右的鱼，能帮助我们脱困出去的话，分你们一半如何？行，不过我要先看一看情况，我们走的时候带上你们。10几分钟后，水库旁的小屋里，所有人围坐在火堆旁。我已经了解到，这伙人为首的叫秦月，末世前是公交公司车队队长，其余人都是同一公司家属楼的幸存者。带我去看看你们开凿挖鱼的地方。进山的路难走，挖掘难度大，早知道我们就不进来了，真的得不偿失。种种迹象表明，秦月没有撒谎。就在我打算帮助他们返程，换取300斤鱼作为报酬的时候，这群人吵了起来。没有车出去以后，我们怎么活？我宁愿待在这里。秦月，你要出去，这300斤你自己出。我们的那份你不要动。出去后还能想其他办法，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外面的家人你们不管了吗？那也不能是300斤鱼，我们辛辛苦苦挖了10几天才的这么点收获，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要让出去一半？陈先生让你看笑话了，我先解决自家问题，您稍等。现在回去还早，我沿着水库逛一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收获，你们商量吧。哼，不就是送我们出去一趟吗？既然要分走我们一半的收获，你简直毫无人性。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那名撒泼的妇女脸上。我们之间的争端关陈先生什么事情？秦月虽然打了他，但本意是保护他，毕竟我手里的枪进屋之前就露了出来。秦月，你这王八蛋，这种时候你不帮我们说话，还向着外人，哼！老娘跟你拼了！为了安抚我，秦月一伙人动手把他摁住。见那女人的惨状，我也只能苦笑摇头离开小屋。秦月立刻追出来道歉，希望陈先生不要跟一妇人计较，这世道太容易把人逼疯了。我没那么小气，3点之前如果你们要走，300斤鱼准备好。说完，带着几人开车沿着水库边逛了一圈。回到小屋，秦月等人已经准备好。陈先生，刚才是我激动了，请您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本就没当回事，一笑了之。傍晚，来到公交公司家属楼搬物资的时候，秦月来到我身边。陈先生，我们的车不能丢在那里不要，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了。明天能否再送我们进去？5天后在这里同样付给你们300斤鱼如何？我想了想，点头同意，然后带着团队离开。月哥，为什么送我们进去一趟还要花那么多鱼？我相信随便找一个有能力进去的队伍，花180斤鱼就行了。你懂个屁！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都干掉，独吞那些鱼，可他们没那么干。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我们有近1000斤的渔获，实际只给了300斤。你们以为陈先生不知道吗？他根本不屑我们这点物资。我提出这条件就是为了能跟陈先生进一步打好关系。月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接下来我们还会跟陈先生接触，我找个机会带着大家加入他，你们怎么看？听秦月这么一分析，众人纷纷表示赞同。晚上0点，还是获得1500系统币，显然与秦月的这种关系不符合系统的奖励要求。花费5000购买了3把手枪、6个弹夹。极寒末世降临，我攒够2万积分作为筹码，准备在拍卖会与2大家族争夺终极避难所。凡哥，这火锅是认真的吗？咱这一桌子食物拿到外面能换至少10箱方便面了，真是奢侈啊！我拿出昨晚购买的3把手枪。徐亮、广胜、周哥，1人1把。明天让周哥带大家去练习如何使用枪支，以后我们这些核心人员都能配枪。凡哥，你哪里弄的？枪的事，时机合适我会告诉大家。我能保证大家饿不死，现在也要保证大家的安全问题。酒足饭饱，说出了今天聚餐的第2个议题。我们这样东一家西一户的，
不仅不安全，也很不方便。我想把大家集中起来，造一个避难所。凡哥，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。其他势力都是聚集在一起生存的，不仅节省供暖柴火，留在家里的人也更安全。这段时间我们出去寻找物资的时候，我留意了一些搬家地点，1公里外的那个中鼎购物中心最为合适。那里我知道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周哥，什么问题？3大势力听说过没？白家和齐家，末世前都是本是豪门家族，末世初期靠着雄厚的底蕴招兵买马，储备物资，现在依然过着奢靡的生活。还有一个李家，比较神秘，掌控着末日拍卖行。这3个势力倒是听过，但是和我们建造避难所有什么关系呢？周哥，你接着说。我之前给白家的大公子做过保镖，白家和齐家表面和气，背地里却是摩擦不断。虽然现在是末世，但是很多场所还是有归属的，比如刚才说的中鼎购物中心，就是白家管辖的。也就是说，咱们想在那里建造避难所，需要白家的同意。是的，这种地方物资早就被转移，不怕有人去搜，但是白家不会允许有人把那里占为己有。周哥，那对于建造避难所有没有什么办法？白齐2家都是些仗势欺人、背信弃义的家伙。李家虽说神秘，但是口碑很好，他们拍卖行总是会上一些非常稀奇的拍品。之前就有人用3头活猪拍下了一个小型避难所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拍卖会看看。第2天，我开始为拍卖会做准备。最近的一场拍卖会将会在10天后举行，正好这期间可以多攒一些系统币作为筹码。这天晚上，系统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。恭喜宿主系统币达到2万，奖励1次抽奖机会。抽奖竟然还可以抽奖，嘿嘿，开始抽奖。恭喜宿主抽中3选1奖励：1. 获得空间戒指1枚，容量100立方米，空间内时间静止；2. 获得体质增幅药剂，身体各项机能增长3倍；3. AK-47 10把，配备100个弹夹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都是好东西啊，可惜只能选一个。系统每增加2万系统币就可以抽1次奖了。宿主需要达到随机特定条件才会触发抽奖。好吧，那就选空间戒指吧。嘿嘿，这可是末世大哥标配，最实用的东西。10天后，如期来到拍卖会，只带了周显德、徐亮2人进入会场，其余人在场外等候。你好，请出示邀请函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第一次来，不知道需要邀请函。没有邀请函不可以进，请你们回去吧。那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获得邀请函呢？需要验资，储备物资达到5000斤以上，或者拥有一定规模的可再生资源。就在这时，远处走来一伙人，拍卖会经理屁颠屁颠地迎了过去。白公子，您来了，快请进。今天都有什么拍品啊？有个神秘人拿出了一套终极避难所作为拍品。终极避难所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白大公子，好久不见了。齐宇，你也来了。听说今天的拍品可是有好东西，我齐家怎能缺席？周哥，这就是你说的3大势力的齐家和白家吗？是的，那2位是各家的大公子，别看表面客客气气的，背地里不知道想着什么主意弄死对方呢。看他们的样子，都对那个避难所挺感兴趣啊。是的，末世前有很多富豪或者末日论爱好者建造了很多避难所，如今末世降临已经半年，避难所按规模被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，能拿出来拍卖的，无论什么等级，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看来今天想拍下这个终极避难所，难度不小啊。先生，你们连邀请函都没有，会场都进不去呢，恐怕无法参与竞拍。那就让你们的验资团队跟我的人回去验资。这段时间积累的冻鱼、冻鸭加起来足够5000斤。1小时后，验资团队传回消息：这位先生，您的资产达到入场标准，您请进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欢迎参加第19届末世拍卖会。本次拍卖会共有9样拍品，主持人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，其中有2件非常难得的拍品将在最后展出。现在开始竞拍第1件拍品，新辉集团总裁慕容小小，集性感、冷艳、智慧于一身。想象一下，曾经的商业女王给你端茶倒水、按摩捶背，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？现起拍价500斤物资。台上一个美女被关在铁笼里，目光呆滞，人竟然也能拿来拍卖。是的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但都是末世前的一些名人、明星之类的，女人居多，以满足末世后人们的变态需求。说话间，竞拍价格已经喊到了1000斤。末世前星辉集团可是咱们的死对头，没想到慕容小小竟然被拿来拍卖了。我白家出价1500斤。白家出价了，看来没咱们什么事了。是啊，这慕容小小被白家拍下，凭借2家多年的恩怨，下场肯定很惨。我的目标是避难所，本不想参与这些，谁知一道声音响起：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，任务要求于拍卖会拍下慕容小小，
奖励宿主抽奖机会1次。不是吧？我拍下这女人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是精虫上脑。抽奖机会倒是挺诱人，但我筹码本就不多啊。此时主持人在台上叫价，1500一次，1500两次，1500我出2000。哦，这人是谁？竟然敢和白少作对？没听说过这号人啊！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是要与我白家作对吗？拍卖会向来都是价高者得，请问这位白公子，我是不可以出价吗？好好好，既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成功的激怒我了。主持人，我白家出2500金。不愧是白家，竟然用2500金物资拍一个女人。是啊，虽说这是个顶级美女，但在这末世里远没有物资实在，更何况是这么多物资。我出2600。3000。白少，不要冲动，咱们这次的目标是避难所。白泽也冷静下来，家族这次总共拿了3万金物资，势必要拿下这个避难所，现在只能保存实力。此时的我也很慌，仓库也就5、6千金的物资，2万系统币也就能够买2万金左右的物资，现在消耗越大，后面的竞拍就越难。这位先生已经出价3000金，白少您还加价吗？哼，不加了，小子，你等着，得罪我白家，你会后悔的。3000一次，3000两次，30003次。成交，恭喜陈先生拍得第1件拍品。徐亮2人一头雾水，忍不住开口：凡哥，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物资换一个女人呢？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解释。放心吧，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。此时台上正在展示第2件拍品，一台悍马 H2 大型越野车。对车没有需求，我索性打开系统面板。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，奖励抽奖1次。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我可是付出大量物资，还得罪了一个大家族。恭喜宿主抽中3选1奖励：1 100箱矿泉水，2 AK47 10把，配100个弹夹，3优质小麦种子10箱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我毫不犹豫选择了10把 AK， 直接收进了空间戒指。至于矿泉水和小麦种子，我在系统商城完全可以直接购买到。此时场上主持人开始介绍第4件拍品。这是一把 AWM 狙击步枪，配备100发 8.6毫米马格南子弹，有效射程1500至1700米。起拍价2000金物资，2100金，2200金，2500金。仅仅片刻，价格已经叫到了3000金，而且仍在不断加价。狙击步枪射程远，威力大，虽然冰雪天气实用性不高，但有着很强的威慑力。是啊，如果谁的对手有这个东西，恐怕觉都睡不着。此时狙击步枪已经被齐白2家公子加到了5000。白泽，这个东西你不要跟我抢。齐宇，你放弃吧，这把枪我势在必得。白泽说话间，狠狠地朝我这里瞪了一眼。合着这小子抢这把枪是打算对付我的？嘿嘿，那我可得让你付出点代价。我出8000。极寒末世降临，我攒够2万积分作为筹码，准备在拍卖会与2大家族争夺终极避难所。你今天是要把我白家得罪到底吗？白公子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你拍这把枪就是想对付我，我这也是为了自保，无奈之举而已。白泽气得浑身发抖。此时齐宇竟然开始拱火。白泽，你不说你是在必得吗？怎么不加价了？这齐宇竟然想坐山观虎斗。哼，齐宇，你闭嘴！我出9000。1万，我只能出到1万了。白公子，你再加价，我可就不跟了。你有这么多物资吗？拿不出物资，拍卖行会处置我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1万1，这把枪归我了。咱们江海什么时候有这么1号人物了？竟然敢跟白家对着干！是啊，这把枪最多就值5000，现在竟然被加到了1万多。就在这时，我再次开口：1万2。绿，你不是说不加价了吗？嘿嘿，我耍你的大傻子！而且我告诉你，这把枪的第1发子弹我一定送给你。白泽不由打个冷战，齐宇则是在一旁暗自发笑。白泽这家伙竟然在此人手里连续吃瘪，斗吧斗吧，最好是2败俱伤。1万3，你继续加。1万4。1万5。1万6。1万7。成交，让给你了。随着落锤声响起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白泽清醒过来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小子使诈，这不算数，重新拍。哼，白公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拍卖会的规矩你是了解的，你想不守规矩吗？白泽知道此时不能再得罪拍卖行了，不然自己就3面受敌了。我没有，我认了。小子，拍卖会结束就是你的死期。小凡，我们这么招惹白家，不太好吧？惹了1次，也不怕惹第2次。一会儿拍卖会结束，马上找到广胜他们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放心，我有秘密武器。接下来几件拍品我都没有兴趣，直到第8件。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——终极避难所。地上地下共5层，使用面积1000平米，可容纳30至40人居住。
屋内配备恒温系统，太阳能发电，防御等级 A 级，攻击等级 C 级，起拍价2万斤物资，起拍就2万，咱们这些小角色只能看看热闹喽。在场的各位筹码估计都所剩无几了吧？我出2万，有人还能加上价，我齐家自动弃权。白泽顶多就剩1万，其他人更是不足畏惧。至于那小子，我不信他能有超过2万斤的物资。齐宇信心十足，仿佛终极避难所已经是囊中之物。嘿嘿，怕是要让齐公子失望了。我陈凡出价2万0100。什么？加100？你只加100？齐公子不是说了吗？有人加价你就弃权，也没说不能加100啊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刚得罪完白家，现在竟然也敢跟我作对。好，我齐宇说话算话，不再加价。哼，小子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除了会场，我直接抢回来。今天老爷子可是把齐家武装小队都交给我。齐家弃权，还有没有人加价？主持人开口询问，他也没想到压轴拍品竟然只拍出了起拍价。既然没有人加价，此拍品归陈先生所有。接下来最后一件商品是一张地图。据说地图标记的地点有大量物资以及一个武器库，但是地点过于险峻，且内置机关，至今无人探索成功。起拍价2000。最后一件拍品竟然是个藏宝图，这谁敢躲啊？还有机关，弄不好花了物资，还把小命搭进去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地图最终还是被齐宇花了8000斤物资拍下。今天的9件拍品已全部拍出，之后拍卖行会与各位交接，请各位遵守拍卖行的规矩，不要在场内惹事，有任何私人恩怨，除了拍卖行自行解决。看来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啊！来到外场，我从空间拿出时把 AK 分发给众人，然后从系统购买了2万斤大米放入车里，加上部分冻鱼，足足23100斤。兄弟们，这些东西之后我会跟大家解释。小凡，你说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？是的，周哥，你当过兵，了解枪械，先带大家熟悉一下。然后带着物资回到拍卖行，工作人员查验完物资后，陈先生，您的这些大米从哪里来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些大米不能用来交易吗？不，您误会了，您的大米非常优质，末世后已经很少能找到这种品质的大米了，都是以冻肉为主。坦白说，您这些大米的价值完全可以用来做我们拍卖会的拍品。那兑换成物资的话，比例是多少？可以给您1比5的比例，2万斤大米可以兑换成10万斤的普通物资，或者交给我们作为之后的拍品，我认为能拍出更高的价格。与主持人交谈了许久，将剩下的大米都留在这里，作为下次的拍品展出。陈先生，您今天招惹了700两家的人，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在拍卖行外面埋伏好了，就等你出去了。没事，2个蝼蚁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说完，带着众人离开。此时角落里走出一个人影。这个年轻人不简单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暗中给他提供一些帮助。好的，老板，